大家好。那我们这个系列影片呢，通过前面几个影片跟大家解释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进入真正的控制系统调整的一个重点。那首先我们第一个重点是系统的理想转移函数，它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其实真正的系统转移函数我们最希望它是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呢，它是一个积分器。所谓的积分器，就是我们希望我的频宽这个地方是我的频宽，那这个频宽范围内呢是我的处理范围，就是我们一般的 OP 会有一个所谓的频宽嘛，对不对？包含一个 gain， 然后我们希望我的 DC gain 就是我在稳定的时候理论上频率等于0嘛，当然波德图没有0，就是趋近于0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的 gain 很大最好是无穷大，无穷大就可以把我的误差缩到最小，所以理想上一个系统理想的转移函数，事实上它就是只需要这么一个简单的积分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积分器，然后它的相位在离地的地方呢高达90度，这样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转移函数，但够吗？这样是我们想要。影片有提到一个问题，相位余域是越大越好吗？不是就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应该是在45度跟70度之间或75度之间。我们这个90度明显过大了，那我的系统呢会发生什么事呢？还记得吗？上个影片有说到，这个系统的反应速度会变慢，对不对？所以理想上来说，我们要做一个事情，目前的相位余域90度目前是太大的，我们需要去改变它。所以理想的系统转移函数呢，积分性还不足，我们还少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少了一个叫做高频极点，高频极点。那高频极点目的呢是调整相位余域，因为我们刚刚说过，我们单纯的一个积分器，这个积分器它的 phase margin 是几度还记得吗？它的 phase margin 是90度，90度。那90度呢有点太高了，我们希望它下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个图是长怎样。目前的是这样子，我如果一个积分器从上面这样积分下来这个地方是频宽，没错，这是我要的频宽。但是呢，我的相位刚刚相位如果这条线一直画过去的话，我的相位会停留在90度这个地方就不是我想要的，因为范围余域太大了。我希望相位余域跑到110度这里，应该说我的相位跑到110度，那这个时候我的180减170度，110度这边就会是70度了，就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希望我的相位最后是穿过这一点，而不是直直的过去。我不要这一条线，我希望它往下跑。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东西来帮忙了，叫什么呢？高频极点。高频极点，我在某一个位置放一个极点，我们都知道放一个极点。我们前面影片有说过，为什么前面的影片很重要，就是在解释这个问题。当我放一个极点的时候呢，我的正义会往下，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我的相位也会往下。相位往下的频率点在哪里？从这个频率往前推10倍频的地方，从这个点开始往下。那频率在我们高频极点这个地方呢，因为我白了嘛，所以我的 gain 是从这边从我现在画的这个位置往下，然后呢，它的相位是从10倍频这个地方往下。那往下呢，我只要设计的得当的话呢，那我会刚好在110度的地方穿越我想要的一个点，我相位就可以穿越这个点。所以呢，我们后面会跟大家介绍这个高频极点怎么计算出来的。所以呢，真正的一个系统的频宽应该说这个系统的相位转移函数我们都希望它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首先有一个这个积分器，这个积分器呢，它会让我这个系统是保持一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呢，那如果我单纯积分器，我的相位余域90度太高，所以我加一个高频极点在这个地方，我把它加进来之后，它就会往下折下去之后呢，它得到2个好处，哪2个好处？我们来清理一下这个画面，继续解释。它得到哪2个好处呢？首先，第一个好处我加入这个高频的极点之后呢，我的相位从90度这边滑到110度所以我得到我的相位余域是70度，这是我想要的，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好处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我加了一个极点，所以我的增益本来是这样子滑下去的，对不对？它更低了，它让我的增益衰减的更快，所以它又另外带来一个好处，
高频的部分高频的这一块都是被滤掉的，也就是说，它同时也帮忙了这个系统把高频不应该处理的频率，而且也本来就不会去看到的频率呢，更快的衰减，所以它对于系统的这个干扰能力啊，在高频的部分呢，它是处理的更好的，所以它刚好带来了2个好处，一个是相位域，还有一个是抗高频干扰的问题。所以这个影片就是一个简单的解释一个系统的理想转移函数，它其实就是一个积分器跟一个高频极点的结合。那这个观念一定要非常的记得很清楚，因为接下来的影片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开始延伸出怎么设计我们完整的补偿控制器。因为补偿控制器在这边可以先预告，补偿控制器它的设计概念很简单，就是你要先知道你理想的转移函数是长什么样子，接着呢，只要发生任何你不需要的极点或零点，系统的转移函数又恢复成一个积分器跟一个高频极点这样的过程就是我们最后面几个影片所要教大家的东西。所以你首先要先理解跟很清楚的记得我们最终的一个转移函数应该长什么样子。那这个概念其实跟你用在哪一个 power supply 是没有关系的，你不管是 buck、boost、forward，anyway， 这些架构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概念去设计的。所以你在学习这个过程中建议大家不要受限于某一个 power supply， 我做 LC， 我做全桥相移，我是有不同的设计法。事实上，设计过程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先知道你的理想的转移函数应该长什么样子，接着去把你系统在 implement 的过程中，在开发过程中发现的多的极点跟零点，去把它做一个对消，那又回到我的系统，拿回到我的理想的转移函数，这个时候你的设计就结束了，就这样的一个过程。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那希望大家对这个影片喜欢，然后也有所帮助，谢谢大家，谢谢。